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影片。前两期我给大家分享如何自己在 AWS 和微软云上部署 VPN，然后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也可以用甲骨文云去部署免费的 VPN， 或者是一些朋友就是看了某某解说之后，然后他尝试去用甲骨云、Oracle 云部署免费的 VPN， 但是我给大家也是今天在影片里展示如何注册这个甲骨云，然后来评测一下如何注册甲骨云。即使你注册完甲骨云之后，能否免费申请到免费的 survey 免费的伺服器，然后以及就是如何在甲骨云上部署 OpenVPN， 然后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影片。那今天我的影片会展示给如何注册，以及注册失败的原因，以及注册之后如何申请到免费的服务，然后能实现就是你们所说的白嫖。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请接下来往下看吧。然后来我给大家展示如何注册就是免费的 Oracle 云的云端。然后我们首先进入这个 Free Oracle， 在 Google 上 type 这个它甲骨云它的对于新用户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免费试用的，就是这个服务。它为什么会就是创建一些免费的服务？因为它会想甲骨文，它想就是想让你真正使用甲骨云服务，然后从而放弃 Azure AWS， 所以说它会提供这个免费的服务。但是所说的免费，它并不代表说你能注册成功。很多小伙伴们看完他们的就是注册，在那个在某某解说上注册之后就心动了。但是其实注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注册的时候一定要关闭我们的 VPN 服务。然后我前段时间也注册了，但是注册失败。我再给大家再模拟一下我怎么注册的，比如说而且我的信息都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我给大家注册是否输这个是应该是饼干，然后验证我的 email。哎呀，输错了，不好意思，输错了。我再刷新一次。我们再输入一次。然后他会给我发 email， 然后你看他会说验证 email， 验证之后，然后他会让我输入一个就是密码，这是我输入这个密码。注册之后，然后我们选 individual 就是个人的，然后这是账户 home region， 比如说我选Japan，我选择日本的伺服器。还有这个甲骨云它这个有个特点，它一旦你选择这个区域之后，你就不能变更了。这就是一个免费有免费的坏处。免费的话你只能选一个区域，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换 IP 了，你就无法换 IP， 比如说无法换国家，这就不是很方便。比如说我之前的2期影片我可以随意切换，无所谓。然后这里面选择 Japan， 他说他建议是不要选择就是Tokyo 和这个首尔的。你看他说建议不要选 Tokyo 和首尔的，因为很难分配到服务器，所以说你选择一些不是热门的国家。然后我们点继续，点进去之后他就需要让我填写我的地址。
这些我的地址都是真实有效的，但是我仍然是注册失败。然后我这些地址都是真实有效的，都是我本人的地址。然后我们添加信用卡，这步比较关键。我是前2天输入我真实的信用卡，我是美国的信用卡，但是它是欧洲的账户，也是他说我这个验证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看运气了。然后我们输入我们这个，我是 Visa 卡，这是我的信用卡。要点完成，然后之后他会通知我的信用卡说让我去付款，然后我得approve 一下。对，然后我点 approve 就是代表我付款。我付款之后成功之后，这一步很简单，关键是下一步，很多人他到下一步说他就是说失败，然后呢，比如说你看我点了之后，他肯定会说失败的，因为他验证我的信用卡可能是不太对。你看他说 error processing transaction， 他说我们无法完成你的注册，通常一般是有以下情况，你可能输入不正确的信息，或者是说你隐藏了你的地址以及你的身份 ID。然后也是你可能注册过多个账户，我跟你说，以上情况我都是真实的。然后像这一步已经注册失败了，就你无法注册成功，所以说你无法使用。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出现这一步的话，你就不要拿你的信用卡使用了，因为你的账户已经可能是被那个就是被他那个甲骨文，这就是甲骨文这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缺点吧。然后你也不要去联系他的客服。我联系过客服，客服说我们无法受理此类的案件，就比如说你是注册失败，就比如说你的信息他们无法帮助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换一个账户，然后我爱人就是我老婆，她用她这个账户注册，她就成功了。她用她的这个就是国内她的信用卡，但是她这个国内不是那个是指欧洲的国内的那个信用卡。所以说呢，这就是注册失败就无法使用了。他某某解说里，他只是给你展示他注册成功，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你们那些用户注册失败。然后这里呢，假如说我们注册成功了，我这里面有个注册成功的，是我爱人帮我注册的。所以说你看啊，我给你看看。这样的吧，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登录之后，你看。我用我爱人的账户，这是注册成功的，然后点下一步之后呢，它会填写我们这个email。还有这个云端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即使注册成功，你也不一定能申请到免费的伺服器，这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某某解说他说完之后吧，大家都去尝试注册完之后呢，它的伺服器它免费的试用的，它就是已经就是没有足够的了，你就得等待。所以说等待的话，其实是很漫长的事情。你看这里面说我是免费的，你有一个250欧元的免费试用，一旦你的免费试用结束，这你可以忽略。记住大家这里面不要点那个 upgrade， 如果 upgrade 的话，你就没有那什么了。然后这里面我是创建的那个在那个荷兰阿姆斯特丹创建一台伺服器，好处是啥呢？它是免费的，坏处是你不能切换那个国家，就比如说我想跳到日本，
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 Azure 和AWS 是可以切换的，这个微软云如果你免费的就是切换不了。然后你看看，我给大家展示如何去创建一台实例。然后你可以首先我们进入到解说它是如何创建一台实例，是吧？我给你展示，如何创建一台实例。应该 computer instance。然后我创建一台实例，然后按照你说的，你看它是选 free long free。然后我们这里创建一台乌班图，是吧？创建一台乌班图。然后我们这里选择就是24版本，最好选择最新版本，因为可能低版本的它有的不太支持功能。然后我们点 select image right， 是不是啊？你看它 change scapes， 然后我们这里面选择AMP21的这个类型。你看啊，它这里面显示我只有eCPU 和6GB 存储，是吧？然后我们点选择，这是免费的，你看 always free。然后选择这个 shape， 你看我能不能创建？然后我 save， 我下载这个免费的。你看他说 out of capacity for shape， 在这个可选的区域里面，绝大多数用户你注册完之后，你也不一定能分配到就是这个免费的，因为他说这个已经用完了，所以说这个就概率就有点像你买彩票似的，你就相当于你分配到大的就是好的伺服器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我这里就是根本创建不了，它已经是用完了，就是免费的，所以说你得等，那就等到猴年马月，是吧？我们现在不要的是等待，我们要的是伺服器，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行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我给大家展示如何在这个甲骨云上免费的创建 OpenVPN， 其实可以是免费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进入这个Oracle Cloud， 然后我们输入在 Marketplace，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已经有输入了 OpenVPN， 输入 OpenVPN 之后，它旁边有个写着市场，让我们点击进入这个即可。进入这个即可之后，你会发现它有 OpenVPN Access Survey，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0，就是这是免费的服务。然后我们点击 Launch Instance。Launch Instance 之后，这里我们就是起个名字吧，就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叫 OpenVPN YouTube， 也有展示这个给大家 YouTube 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它都是 free always free， 记住但凡是 always free 的就是免费的。然后它这里面是 eCPU 1GB 内存0.48带宽，这也是够用了。然后我们这里需要添加一个 save private key， 我们生成一个 key， 然后生成之后我们生成本地，一会儿我们需要连接的时候去使用。然后我们这里面 specify custom boot 这个大小，我们选个50GB 就即可，这也是在免费范围里的。然后我们需要点击 create 之后呢，我们就看它这个伺服器现在正在创建当中。创建之后，它会分配一个 IP， public IP。这里面我们需要点击 terminal， 完我们需要连接这款 key。我们怎么连接呢？我们点 SSH-i， 然后我们将刚刚下好的，我们刚刚下来的是 download folder， 然后我们 SSH-i。之后呢，然后我们输入刚才的这个下载的 key。对了，这一步是很重要。我们连接这个 key 之前，我们先试一下啊。然后我们需要你拷贝这个 IP， 然后我们前面加个用户名。通常来说，这个用户名它是这个乌班图，但这里面这个 OpenVPN 它这个给我们封装好了一个用户名，这个我们需要记下来。
我这个不是无版图，是 OpenVPN AS。这个一定要输入这个，因为它这个给我们装好的这个软体，它是绑定了这个用户名，然后我们输入回车即可。输入回车之后，它会显示connection refused。这个我们需要输入 chmod， 然后600 6是代表可读可写的，就是 RW， 然后我们输入这个 SSH key。输入之后呢，我们再输入一次。你可以看到它需要我们输入 yes， 这一步很关键，然后我们输入 yes。你看它进入我们这个就是后台伺服器，然后我们这就是安装那个 OpenVPN 了。OpenVPN 你看它这个显示 yes， 这就和之前我们在 AWS 部署的是一样的。我们还有 Azure， 我们就输入默认即可，默认，然后943端口。443端口，记住，我们记住这两个端口。一会儿我们去那个后台需要开启这两个端口，然后 yes， 是否需要 OpenVPN 用户名 yes， 然后密码随机生成一个密码。我们这里直接输入回车，然后生成一个默认密码，看不看到这密码？这个密码需要我们拷贝下来。拷贝下来之后，我们一会儿我们就是放到这儿，然后我们先放到这儿，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命令行之后，我们再然后默认。你会看到它会帮我们创建一个就是将我们的资料插入到资料库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插入当中。插入当中之后呢，我们现在正在插入当中，然后我们需要记住这个 IP 地址，因为这个 IP 地址我们需要登录这个 OpenVPN 这个后页台页面，然后这个端口是什么呢？端口是943，然后 admin， 切记一定要是 HTTPS 回车。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 not private， 我们需要点 unsafe 之后，然后我们需要输入 OpenVPN，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然后将刚刚默认生成的密码，然后登录这个 password 里即可。登录之后，你看它显示 agree 之后，然后你会看到它已经生成了，帮我们创建好了，然后我们需要登录 network setting。这里我们需要修改这个 IP， 我们需要什么 IP 是什么呢？ IP 就是我们刚刚生成好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我们输入这个 IP 即可。然后我们还需要修改什么呢？我们需要进入 VPN setting， 这里我们需要勾选一下，我们需要勾选什么呢？还有 client use specific， 我们需要输入 yes， 输入 yes 之后，我们需要输入自己的就是主要的 DNS 解析的这个地址 1.1.1.1.1， 然后这是我们的主的，然后备的呢是 1.0.0.1， 这就是我们只需要我们修改的。修改之后呢，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即可。然后我们需要保存 save setting 之后，我们需要 update running survey， 我们还需要update 之后呢，我们回车之后呢，看着它应该是不需要重启吧？我看看我们 network 这个 IP 没改，我们需要修改这个 IP， 对，然后我们进入这个 IP， 这个 IP 改完之后，我们就需要重启。Save setting 之后，你看 update running survey， 然后你看它现在进不去了，因为它现在伺服器它正在重启当中。重启当中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刷新之后，我们同样的点 unsafe， 然后点 continue 之后，然后我们输入这个 OpenVPN， 然后密码是刚刚那个随机生成那个密码，然后点sign in之后，你会发现现在我们这个 IP 已经变了，就变成我们这个 IP 了。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 User Management，然后这有个 User Profile， 我们点进入 User Profile， 然后我们这需要点一个 New Profile， 就是生成一个 New Profile， 生成一个就是这个你配置文件，我们点 Create Profile。Create Profile， 你看你会发现它现在正在生成一个就是这个密码是吧？然后我们点双击之后，你看它这个 OpenVPN 这款软体，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 OpenVPN 的这个 config 配置到本地。然后我点 Save Password 就是刚刚我随机生成的这个密码，你看不看着？这是密码。然后我们点连接 Connect， 你看看它这个连接怎么样？据我观察，它这个连的时候稍微有一丁点慢，就是和 Azure 和微软云相比，你看它就是连上了。但是我们来看看速度怎么样呢？这个你看看啊，我现在给大家来测一下，比如说YouTube 8K video， 看不看着？你看看它这个速度2.5兆 B， 然后我切换到什么呢？啊，它这个你看，它就可以切换，我们切换到 8K， 然后最后再来看。它这个带宽稍微有一点低，跟我那个之前的那个微软和Amazon 的比，稍微慢了点，但是也是 OK。哦，不是很 OK。它这个有延迟，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展示的它是4K 的，你看这是8K， 其实也可以。你看6.2 Mbps， 对呀。然后我测试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你看。然后我们快进一下，其实也可以。然后我测一下我们的 Where's My IP， 你看我测一下我的这个 IP 是哪儿的？阿姆斯特丹的。你看，这是我刚刚创建好的这款 VPN， 你看现在是 Oracle， 然后城市在阿姆斯特丹，其实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那 Hello， 大家好，最后很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这个以上的3部影片。第一个影片是如何在 AWS 上部署OpenVPN， 第二个影片是告诉大家如何在Azure Microsoft 就是微软云上部署 OpenVPN， 然后第三个影片是告诉大家如何在甲骨文云上部署OpenVPN。这3款方式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我首先来解释一下，在 AWS 上的优点和缺点。AWS 上，这是我基本上所有的服务最相信的一款就是服务，在这个云端上，我自己的部落格就是 blog 也是部署在 AWS 上的。然后 AWS 上，它这个价格还是很合理的，然后你也可以随意切换不同的 IP。最重要的是它那个比较稳定可靠。然后它缺点就是它不容易注册，它即使成功注册的话，你还需要验证你的信用卡。因为我当时我是用了好几年的 Amazon 就是 AWS 了，然后注册的时候可能需要麻烦一些，就是我注册的时候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是它用了一段时间，它会显示说让我就是把我的所有的工资卡以及在职证明以及的地址，还有你的银行流水需要就是发给就是 AWS。我记得好像是需要电邮，好像是。然后这是 AWS。Azure 的话，优点是也是比较方便，但是缺点就是价格稍微贵了一丁点。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能每次切换 IP， 就是你不能是重新创建一个就是 IP。像我 AWS 我自己做了一个软体，我可以远程就是开启关机。这是以上2点。
AWS 和Azure 第一年都是免费试用的，然后这个免费试用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可以白嫖2年，然后但是Amazon 就是 AWS 你需要购买的一个 IP， 就是这个 IP 它这个静态 IP 它是1个月是3.4美金，Azure 的话应该也是这个价格，然后它甲骨文云呢，我目前来看并没有收费，然后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目前不收费，但是不代表未来不收费，因为一开始亚马逊云之前 IP 也是就是不收费的，现在也开始收费了，因为成本嘛。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是看了某某解说之后说，就是甲骨文云是白嫖，就是白嫖永久白嫖。其实他说的是对的，但也是不对的。对的就是首先你得能容易注册账号，就比如说我刚刚影片一开始时候我注册我的账号是失败的。然后你得需要另一个信用卡才能注册成功。第二呢，你即使注册成功之后，你也不一定能申请到就是合适的一个就是伺服器，所以说还是比较看幸运。那么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我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拜拜。